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淡定应对镜头抢位，短发眼镜姐全程高能抢镜，数据不会骗人。某次活动现场，赵丽颖那条相关词条刷得比眼镜姐高出3-4倍。镜头拉近，短发眼镜姐的肩膀一耸一耸，像是在给自己加戏。明明是站在赵丽颖前头，却像个被安排进剧本的彩蛋，随时准备爆点燃场。她一边抢镜，一边和镜头眉来眼去，仿佛全世界只剩下她和摄影师在交换暗号。可赵丽颖呢？站定，纹丝不动，不说话也不挪窝，甚至被人挤得往后退2步，表情还是那副就让我静静看戏的神态，像极了老江湖。回想赵丽颖刚出道那会儿，谁还记得她不是顶流，没有资源，硬是在各种配角和群演里熬出头。那股子韧劲儿，真不是谁都能学来。她一路从农村小镇到大都市，从陆贞传奇到知否，每一步都踩在娱乐圈的缝隙和泥潭里。你以为她没经历过被抢风头的尴尬瞬间？太小看她了。她见过的场控比许多人吃过的盒饭还多，镜头下的战术动作早就刻进骨子里。短发姐那点小聪明，在赵丽颖眼里大概只是闹剧。有意思的是，现场观众那一瞬间其实比任何数据都真实。有人小声嘀咕，这姐们咋这么爱出镜？有人用手机悄悄记录，准备发朋友圈吐槽。气氛一度有点像球场上小将试图盖帽老将，结果被晃得找不着北。场控的动作快准狠，直接把眼镜姐温柔地请到一边，气氛才算缓过来。这种操作在娱乐圈其实不算稀罕，谁又没见过红毯上被助理推搡，颁奖礼上话筒被抢的名场面？只不过这次赵丽颖的淡定，反倒成了全场的定心丸。这事儿放在体育圈，倒像极了球场上的抢篮板怪，你抢你的，我守我的。有人用肢体和存在感拼命刷数据，有人靠位置感和预判收割全场。赵丽颖的后退2步，其实和篮球场上的老将一样，明明身处混战，却能精准拿捏节奏。NBA 总决赛时，场边助教刷屏的存在感，也没法盖过球星的冷静微笑。这个道理，娱乐和体育其实都一样，镜头可以被抢，主角的位置却难焊。有段时间，抢镜成了流行词，娱乐圈里抢镜，体坛里抢镜，连家庭合影都能抢出个 C 位。你是不是也有过那种聚会合影，某位亲戚总能神不知鬼不觉站到最中间？谁说只有娱乐圈才有抢镜姐？生活里谁没碰到过？只不过有的人在镜头里抢，有的人在朋友圈抢，有的人在会议里抢着发言。每个人的抢法都不一样，高手和新手的差距，也许就在于谁能把抢的痕迹藏得更深。说回赵丽颖，真要论心态，她这几年变化可大了。年轻时或许也会在意镜头和排位，如今站在现场，她更像是在看一场生活的戏剧。娱乐圈的流量争夺，说白了就是一场大型谁能忍到最后的拉锯战。你可以高调抢戏，可以低调蓄力，最终被记住的往往不是最会喊话的人，而是能在混乱里保持节奏的人。赵丽颖的静者自强，不仅是个人修为，也是行业生态里的小小缩影。网友们的反应一向热情，有人调侃，这姐们怕不是走错片场了吧？也有人细看数据，拿出热搜榜单各种截图分析。娱乐圈的风云变幻，像极了体坛数据的起伏，流量的高低就像球员场均得分，一夜之间能翻天覆地。可你细品，真正的明星往往就是那些能在流量退潮后依然站得住的。短发姐的抢镜或许一时热闹，
赵丽颖的定力才是慢热流量里的王者操作。再说细一点，这场抢镜闹剧其实没啥新鲜。去年有女演员在颁奖礼上抢话筒，全场气氛一度降温到零下。体育圈里，发布会边的助理和随队成员也不甘示弱，有事拼命入镜，最后观众只记得主角的从容不迫。强者的底气往往不是靠争来的，而是经历和实力沉淀出来的。赵丽颖站在那儿，退后2步，镜头却始终没把她丢下。这才是娱乐圈的内卷终极解法。有时候会想，为什么我们总爱盯着别人抢不抢镜？是不是流量时代的副作用？还是我们自己也想当主角，只不过没机会站到那个舞台上？娱乐圈的抢戏，就像生活里的各种争 C 位，每个人都想被看见，少有人愿意安安静静做配角。可真到关键时刻，往往是那些最不吆喝的人，成了全场焦点。再举个例子，去年 NBA 总决赛边上的助理教练，明明刷屏抢镜，最后观众只记住了场上球员的逆转和冷静。镜头下的风暴，总有人主动凑热闹，也总有人安静做自己。赵丽颖的这2步后退，不是退让，更像是战略。气场不是靠嗓门撑起来的，是经历和心理素质撑腰的。网友们有时候就像放大镜，盯着别人的芝麻，自己家西瓜反倒不放在眼里。说到底，娱乐和体育，谁都逃不开那点人性的小九九。有的抢，有的让，有的表演，有的安静。下次你遇上类似场面，会不会也想试试赵丽颖那套静观其变？或者直接冲上去和短发姐一起抢个镜头？留言区开了，来讲讲你和主角光环的故事。下一个在朋友圈抢 C 位的，说不定就是你。赵丽颖新代言爆红，却被指生图显土。赵丽颖成了某个高端品牌的代言人。虽然年轻时她常常被人说不够时尚，但在广告大片里，她却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冷艳，透出一股高级的气质。她这次打扮很简单，只穿了黑色和白色的衣服，然后在衣服上加了一些精致的珠宝。她的耳垂上戴了银色的耳饰，整个造型看起来非常奢华。在品牌的宴会上，她轻松成为了所有人的焦点，浑身散发着自然舒适的气息，尽管是在参加活动，却给人一种仿佛在度假般的放松感觉。她这次的发型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剪了个紧贴头皮的短发，看起来更有立体感了。而且她的气场也更强了，很多网友都觉得她的美貌太出众，几乎任何造型都能轻松驾驭。品牌方在提到她时，把她和世界级影后鲁尼、马拉、奥黛丽、赫本放在一起，可能有商业上的考虑，但这确实显示了赵丽颖在他们心中的地位不低。赵丽颖和这个大牌合作是个好主意，因为她有很多粉丝，粉丝们买力很强，代言的商品很快就被抢光了。有网友开玩笑说，这可能是该品牌在发生辱华事件后销量第一次这么高吧。原本大家都期待赵丽颖这次能赢得网友们的赞誉，但她在动态视频和晚宴上的照片却让一些网友找到了不少槽点。有人指出，赵丽颖在精修过的照片里看起来很漂亮，但动态视频中却显得有点土气。她是一名演员，不是专业的模特，所以有时候做的动作看起来不够专业。有网友表示，她展示珠宝时摆手的动作显得有点老土。她的脸蛋很漂亮，但她故意摆出一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加上那不友好的表情和宽宽的下巴，整体感觉就差了很多。这让很多网友疑惑，难道她只有在修图后才能保持那种高级感吗？从赵丽颖的一些最新照片来看，她现在的状态似乎没有以前好了。时间还是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，让她显得有些苍老。在精修图里，她的脸依然很光滑，平整度也很高，
但在生图里就变得普通了很多。还有一些网友开始对赵丽颖的价值观提出了疑问，因为她合作的那家大牌在6年前因为辱华事件，全网都抵制了。当时的代言人易烊千玺也宣布了解约。时尚资源并不总是根据明星的名气来分配。赵丽颖虽然在娱乐圈里很有地位，但她的时尚资源却不多，几乎没有看到她代言过什么高端品牌。这次大牌的亮相正好填上了这个空缺，表明她的时尚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。虽然她接下了这个时尚代言，但这个机会是其他代言人放弃的，这让不少网友对她的好感减少了。明星接代言都有他们的考虑，赵丽颖签下这个代言肯定是经过仔细考虑的，希望她能提升自己的气质，减少外界的质疑。